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女儿是个势利眼，我在家精心教导她，她却只听高管爸爸的话。丈夫出轨，她却认有钱小三当干妈。离婚后，我不让她和富二代男朋友在一起，她却谋划了一场意外，靠着我的死拿到高额保险金，重活一世。回到我和丈夫离婚那一刻，我看着抱着丈夫大腿死活不肯走的女儿说，我不会拆散你们一家，我走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和大部分女性一样，我在适婚年龄相亲，结识了有颜有钱、身为高管的丈夫。婚后，我在他的劝说下放弃工作，怀孕养娃，做了全职太太。我把所有精力都倾注在女儿身上，从喂奶到辅食，从早教到艺术培养。我尊重她，注重她的心理成长，只要是她喜欢的，我都会陪着她一起完成。哪怕她会因为辛苦半途放弃，我也会鼓励她坚持下去，让她变得更优秀。我还带她四处旅游，开阔眼界，看着她像个小天使一样快乐地长大，我也觉得无比满足。丈夫时常抱怨，你也太在意孩子了，我都被你忽略了。我还怪他，那能一样吗？他离开我活不了，你离开我也活不了吗？后来事实证明，他们都不需要我，只是当时我当局者迷。第一次发现女儿不对劲儿，是在她上贵族幼儿园的时候，两个男孩在监控盲区打架，只有女儿一个人在场。两个孩子各执一词，都说对方骂自己，对方先动手。老师问女儿是怎么回事，女儿毫不犹豫指着其中个子矮的小男孩说，是他骂人，是他先动手的。小男孩气哭了。回家后，女儿很得意地告诉我，妈妈，我做得很棒吧？我保护了爸爸领导的儿子。我震惊了，你刚才说谎了。女儿理直气壮。我爸说，这不叫说谎，这叫审时度势。胡说，这叫势利眼。我意识到这是不对的。她和丈夫领导家的孩子进了同一所幼儿园，丈夫经常带她去领导家玩，被灌输的不良认知。我立刻带女儿回学校找老师道歉，可老师说那个小男孩已经退学了。女儿大笑，太好了，终于不用跟那种穷人家的孩子做同学了。我失望地看着她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女儿不以为然，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我向老师要了那男孩的联系方式，坚持让女儿上门道歉。女儿不满地指责我，你是我妈妈，为什么要向着别人？我才是你女儿，就因为你是我女儿，我才不能让你变成一个趋炎附势的势利眼。谎话精。最终，女儿被我强按着去道了歉。回到家，女儿马上找丈夫告状。丈夫觉得我小题大做，我和他大吵一架，给女儿转到社区幼儿园。女儿却开始天天闹事，不是说饭菜不好吃，就是说校服太难看，要么就说小朋友排挤她，不跟她玩。我一开始不信，只觉得她在无理取闹，就硬要把她的坏毛病纠正过来。直到后来发现她身上的淤青，丈夫急了，直接找到校长理论，威胁她不给个说法就报警。校长黑着脸调取监控给我们看，我们才知道淤青都是她自己在桌上撞出来，并且她还在幼儿园欺负别的小朋友，嫌这个丑，嫌那个穷，动不动就打人家，嫌饭菜不好吃就打翻饭菜。老师阻止她，她就把饭菜扣在老师身上，说校服难看就剪坏校服，再抢别的小朋友的穿。老师批评她，她就故意把老师的手机扔进水里，用小刀划破老师的裙子，
还威胁老师说他爸很有钱，他们敢告状，他爸会给他们好看。本来我和丈夫是来兴师问罪的，最后成了给老师和校长道歉，女儿也被劝退了。回到家，女儿还很高兴，觉得自己终于从那种穷酸的解脱了。丈夫也说，那边的教育确实有问题，女儿在以前的学校就很乖，不如转回去吧。女儿抱着丈夫，爸爸，还是你对我最好了。我已经意识到女儿有很大问题，而这和丈夫的影响脱不了关系。我当即决定带女儿去乡下上幼儿园，和丈夫两地分居，也让她好好反省自己做出什么蠢事。丈夫不愿意，也拿我没办法。女儿跟我大哭大闹，说就去贵族幼儿园，乡下地方又脏又臭，她不去。我终于忍不住，打了女儿3下掌心。那是我第一次打了女儿。我严肃地告诉她，你现在的思想有问题，必须要纠正过来。可惜我还是太天真了，我以为女儿还是曾经那个小天使，只是环境和丈夫一些不良观念的影响，才会让她变成那样。只要好好引导，换个环境，她会变好的。可我低估了她。到了乡下，我对她严加管教，她表面学乖了，会好好上学，却在私底下到处宣传我是有钱人包养的小三，导致周围邻居都对我不待见。她还偷邻居东西，然后说是我让她偷的。我不得不跟每个邻居道歉解释，但他们都不信。谁会相信这只是一个小孩子想要回贵族幼儿园的抗议呢？我咬牙坚持，对她更加严厉。她就背着我给丈夫打电话说，爸爸，她花着你的钱虐待你女儿，这样的女人你要她干嘛？你为什么还不跟她离婚？我听着这番话心都要碎了。这就是我倾注所有心力养大的女儿，她不光成了个势利眼，还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这么不择手段。丈夫来到乡下和我争吵起来，女儿一直站在丈夫那边，不管丈夫说什么她都觉得对，我说什么都是错。我崩溃地说出离婚，女儿却毫不犹豫抱住丈夫，那我要跟爸爸在一起。为什么？从小到大都是我照顾你，陪伴你，我为你付出那么多，陪我，管我有什么用？你又不挣钱，不能给我钱花，只想让我过穷日子。爸爸挣好多钱，他能让我去贵族幼儿园，我就跟着爸爸。我再一次被女儿深深伤到，可她到底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，我对她的爱没有就此消失，我一定要把她纠正过来。丈夫正在升职考察期，不能离婚，他也答应我会改变观念，帮我一起教育女儿。我们回了城，我继续对女儿严加管教，甚至动了几次手。女儿终于有所改变，没有再出现那种嫌贫爱富、趋炎附势的势利眼的行为。我也终于放心了。丈夫升职后，不像以前那么忙碌，他鼓励我去上班，不要把精力都放在女儿身上，他会好好教育女儿。丈夫和女儿的变化让我很欣慰，我就放心地出去工作。可我没想到，不是女儿变好了，是她和丈夫一起瞒着我，在我面前演戏。她在学校做错事，就主动报上丈夫的号码，老师找丈夫，她就只会敷衍了事，这更助长了女儿的气焰。到了初中，女儿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把戏更加炉火纯青，我都被蒙在鼓里。在我眼里，女儿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，她不乱花钱，还会勤工俭学，周末去图书馆做兼职。有时候我会一连几周看不到她人，我想她了，她就给我拍照片看，拍她的同学，拍她的宿舍，还有她兼职的图书馆。直到有一次我发了奖金，正好赶上女儿假期，我就瞒着女儿去学校门口接她去吃大餐。已经到了放学时间，
我等了好久都不见女儿出来，正好遇到她的同学。女儿给我看过这位同学的照片，我看了太多次，一眼就认出来。我上前询问，同学一脸狐疑地看着我：“你是他什么人啊？”“我是他妈妈。”同学往后退了2步：“你别胡说，我见过他妈妈。”“你不是。”“我不是。”“那谁是？”我给同学看我和女儿的合影。那同学点开女儿朋友圈，给我看他一家3口的合影。“你看，这才是他爸妈。你到底是谁呀？”我盯着照片，我丈夫、女儿和我丈夫的女上司坐在餐厅合影。女儿配文：“一家3口出来吃饭，真开心。”而我的朋友圈里，女儿已经很久没有更新过，显然我被她屏蔽了。麻烦给我看看。我借同学的手机看女儿的朋友圈，几乎每天都会发。她发一张新手机的照片，妈妈送的新手机，好喜欢。可她跟我说那是她兼职挣钱买的2手翻新机。我为此还心疼她好久，给她转了1000块钱，让她别太委屈自己。她又发一张演唱会的门票照片，妈妈帮我抢的偶像演唱会门票，好惊喜。后面紧跟一张她坐在中间，左右两边的人紧紧握住她手的照片，一家人看演唱会，超酷的。那天是我生日，正好是周末，我做了一桌子菜，等女儿和丈夫回来。结果女儿说兼职太忙，倒不了班。丈夫说公司临时派了应酬给她，她抽不开身。我越看眼睛越疼，心口也跟着疼。比男人背叛你更难受的是什么？是养了14年的女儿也背叛了你。我找到女儿的班主任，这才知道她早就办了走读。她填的走读地址是女上司家，填的母亲名字和电话都是她的，并且女儿也不是什么勤工俭学的好学生，她成绩很差，在学校和有钱人的孩子交朋友，拉帮结派，霸凌贫困生。班里的同学都怕她，所以愿意配合她摆拍。图书馆兼职也是摆拍。班主任提起她有一次欺负那位贫困生，弄得太过火，那位贫困生差点自杀，还是女上司出面赔偿，息事宁人。班主任用同情的眼神看着我：“你今天要是不找我，我都不知道那个女人不是她的亲妈。你丈夫没时间的时候，都是她来参加家长会，你女儿一口一个妈，叫得那么亲。”我开车到女上司家楼下，正好看到丈夫搂着女上司，女儿挽着女上司的胳膊，一家3口下楼遛狗。女儿牵着狗跑得飞快，完全没看到我，回头大呼：“妈，你快点跟上啊！”我心里像是扎了一根刺，扎得很深，鲜血淋漓。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，我要带女儿走。我10月怀胎，14年悉心抚养的女儿，绝不能任别人做妈。我收集了丈夫出轨的证据，提出离婚。丈夫很平静，似乎早就在等这一天，但女儿却崩溃了。她抱着丈夫大腿，死活不肯走。我不要跟你，我要跟着爸爸。我告诉她，他们现在没有孩子才会对你好，等以后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你算什么？那我也要跟着爸爸和干妈，他们工资都比你高，挣的比你多。你一个月4000块钱，你能给我什么？你能给我买最新款手机吗？你能带我去看演唱会吗？我打了人，你能帮我赔钱吗？你只会让我少花钱，让我去给那些穷鬼道歉。我不要你这样的妈妈。我气得给了女儿一巴掌。那我也是你妈，是我10月怀胎生了你，是我含辛茹苦抚养你长大。儿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，你连狗都不如吗？我宁可当有钱人家里的狗，也不愿意当穷人家的女儿。我真没想到女儿会说出这种话。我把这一切都归结给丈夫，
觉得是他和那个女上司教坏了女儿，只要我带女儿离开他们，她就会变好，变得和以前一样。女儿央求丈夫一定要跟我抢抚养权，可最终判决女儿的抚养权归我。女儿很不高兴，和丈夫分别的时候抱着他哭了好久。爸爸，你要经常来看我，等我成年了就回来找你。好，爸爸，等你回来，我才不会给他这个机会继续带坏我女儿。我带着女儿搬到了2线城市，没收她的手机，断了她和丈夫的联系。女儿跟我大哭大闹，还绝食抗议，我都没有心软。她又故技重施，跟邻居说我是别人包养的小三。我给邻居看离婚证，解释女儿被他爸带坏了，邻居都很同情我。女儿又偷邻居东西，说是我教的，我带她去派出所。我是主谋，你是惯犯，咱们俩一块坐牢。她害怕了，只能道歉认错。她后来又报警说自己是被我拐卖的。警察来了，她弄了一身伤，请求警察带她去找爸爸。我拿出女儿的出生证明、从小的照片，跟他们解释情况，邻居也愿意帮我作证。女儿再也无计可施，就不闹了。暑假过后，她态度转变很多，跟我说想去上学。我送她去新的初中上学，上下课接送，空闲时间在学校周围打零工。我虽然管她管得严，但吃喝穿上宁可委屈自己，也不会怠慢她。餐餐都是营养均衡，有肉有菜有奶，衣服都是品牌的，我穿她穿旧的。到了高中，女儿提出要补课，她确实因为初一基础没打好，成绩一直上不去。高中很关键，我就同意了。补课费用很高，我打零工工资支付不起，只好动了离婚10分的钱。看着女儿月考成绩有所上升，我觉得这钱花得很值。后续女儿就一直补课，我得存款越来越少，我不得不打更多的工挣钱，就没有时间管她。直到有一天，我身体太不舒服，就提前回家休息。我看到本该在补课的女儿和一群穿得很贵气的男女在家里吃吃喝喝，桌上都是很贵的酒菜，其中一个男人和我女儿举止亲密，我大发雷霆，把他们都赶了出去。女儿不但不道歉，还骂我：你发什么疯？为什么没下班就提前回来了？你把我的朋友赶走，让我很丢脸。朋友？什么朋友？他们也都是你学校的，你不是应该在补课吗？女儿知道没必要遮掩了，就跟我说了实话。原来补课的事一直都是幌子，我把钱交给老师，她男朋友出面把钱要回来，他们就利用补课的时间在外面吃喝玩乐。等我为了给他挣补课钱越来越拼命忙碌的时候，他就更加大胆，请这群人回家玩。如果不是我今天不舒服碰见了，还不知道要被瞒多久。我不敢置信，你什么时候交的男朋友？初中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。我摸清了你打零工的时间，逃课出来偷偷给我爸打电话，我爸就给我买了手机，还介绍他在这边的朋友多照顾我。他是我爸客户的儿子，家里有权有势，是这里的首富。看他一脸自豪的样子，我气得浑身发抖。你为什么还是这副样子？我对你不好吗？我把所有一切都给了你，拼命挣钱让你补课，你却一次又一次骗我。女儿不屑地一笑，你对我好吗？你给我吃那些廉价的东西，给我买这么 low 的品牌，时时刻刻监视我，不让我联系我爸。你给我的生活费都比不上我爸给我买的手机，更比不上我男朋友带我吃一顿饭。你现在知道了也好，以后别再管着我了，不然我男朋友可以让你失业，让你在这里混不下去。说着，他就要往外走。我喝道：你给我站住！女儿回头
再有2个月我就18岁了，我不会再任你摆布了，我得去跟我男朋友道歉。我突然觉得头晕，叫他，他却头也没回，我晕了过去。醒来以后，我人在医院，是邻居把我送来的，女儿就把我丢在家里，管都没管我。我失望又痛心，打电话跟前夫理论，他却觉得没什么不好，女孩读书也不过是为了结交更有钱人的男人吗？现在她既然已经有了好的选择，那读不读书的都不重要了。你放的什么屁？我女儿不是你讨好客户的礼品。我话没说完，那头响起他太太的声音：你跟谁聊天呢？该去接妮妮放学了。我嗤笑：你又生了个女儿吗？那你怎么不让你女儿去哄老板的儿子呢？我告诉你，你再联系我女儿，我也不会让你女儿好过。我出院后急着去找女儿，她没去学校，也没回家，我哪都找不到她，就报了警，提供了那富二代的资料，说他拐骗未成年少女。警方很快找到他，他竟然带我女儿去了酒店。女警告诉我，女儿和他不是第一次了。女儿袒护那个富二代，可他毕竟没成年，只能听我这个监护人的。我起诉了富二代，拒绝私了。我把女儿带回家，让她反省。我也不去打工，就在家盯着她。女儿闹了几天就不闹了，说想去上学，我也不让她去。我也不知道要关她到什么时候。我心里清楚，女儿改不了了，她再也变不回原来那个天真可爱的样子。可我就是不愿意放她出去，任由她堕落下去。我给女儿看她小时候的照片，我给她唱小时候她最爱听的童谣，做着无用功。她一脸麻木地看着我，开口就是：你不让我出去，就别膈应我了，行吗？我看见你就烦。我心力憔悴，再次晕倒。昏迷中，女儿好像按着我的手签了什么文件。我醒来后，她在我身边陪着我，照顾我，对我很好。我有些恍惚，觉得很不真实。她照顾了我3天，这3天是我这几年最幸福的3天。我们都没提那富二代的事。她说她会好好上学，会考上大学，找一份好工作，带我去享福。同病房的病人和家属都说她孝顺，说我有福气。我2次晕倒只是贫血严重，医生建议回家好好休养。回到家，女儿喂我吃了药，就说去买菜，要亲自下厨。我笑着就睡着了，这一睡就没有醒来。我的灵魂飘在半空，看着女儿哭得撕心裂肺。妈妈呀，你为什么要自杀？警方判定我打开了天然气阀后，吃了安眠药自杀。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怎么会去自杀呢？直到我的灵魂跟着女儿，看到她获得了一笔高额保险金，然后她签了谅解书，让富二代免了牢狱之灾。我明白了，是女儿杀了我。重来一世，我睁开眼，回到了和丈夫离婚那一刻。我看着抱着丈夫大腿，死活不肯走的女儿说：我不会拆散你们一家，我走。女儿大惊，丈夫也很意外。女儿跟我确认：你说真的？我点头，对，是真的。不过我要你去跟我公证，你愿意跟着你爸爸，就等于放弃了我和你的母女之情，咱们从此断绝关系，老死不相往来。女儿没有任何不舍。好啊，好啊，赶紧去公证，免得你后悔。既然老天给了我机会重生，我就要活得精彩，再也不会因为他们作茧自缚。拿到离婚证和断绝关系公证书，丈夫出于愧疚，多给了我100万，然后他就心安理得地走向女上司的车。女儿瞥了我一眼：这是你自己做的选择，可不能说我心狠啊。这句话我也同样送给你。我平静道：你就嘴硬吧，等你穷得过不下去的时候，别来求我，求我也没用，你已经不是我妈了。
女儿跑向女上司的豪车，妈妈，我以后就只有你一个妈妈了。女上司下车来，给了我一个胜利的眼神，我给了她一个同情的眼神。没人比我更清楚，女儿心里根本没有亲情，她的示好只是因为她是个势利眼。上一世，我离婚后虽然没有继续在一线城市工作，却时常关注着市场行情。我用离婚的钱做投资，稳赚不赔，几波操作下来，我资产翻了几倍。女儿在新妈妈的支持下，如愿去了贵族学校上学，她却一点都没把心思放在学习上，整天攀比、玩乐，跟着那些富二代作威作福。她成绩一落千丈，连高中都没考上。新妈妈给她花钱送去了贵族中专。3年后，我在新开的商场考察时遇到她，她染着黄毛，化着浓妆，穿着一身名牌，跟一群纨绔子弟逛街，我差点没认出她。她对着电话大骂：上个月才给我1万块生活费，这个月连1万都没有了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你的钱呢？是不是都给那个女人花了？她不是我妈，之前她挣钱比你多，比你职位高，现在她不是因为怀孕辞职了吗？都不挣钱了，我为什么还要叫她妈？你要不给我钱，你也不是我爸。挂了电话，那群纨绔还夸她很酷，她一副很受用的样子。看到我，她停住脚步。我穿的低调，都不是大品牌的衣服，也没有化妆、戴首饰。她嘲笑道：怎么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这副落魄样子？买件像样衣服的钱都没有吗？我点头，没有。她身边的男人问：这谁呀？你亲戚啊？女儿扫了我一眼：我家以前的保姆。我笑笑，径直走了。楼下，我的助理替我打开车门：老板，那女孩是谁？太没礼貌了，陌生人而已。过了没几天，我到医院探望我资助的几位白血病儿童，正好遇到来产检的前夫和他太太。他太太脸色蜡黄，全身臃肿，已经没了当日作为胜利者的风采，隔着老远都能听到他的抱怨声。我说不辞职，让你妈来带孩子。你说之前你前妻就是自己带孩子，不愿意让你妈劳累，非让我辞职。现在好了，我辞职了，你那个讨债鬼女儿竟然看不起我。不是我，她能穿名牌，上贵族学校，吃好喝好，跟一群富二代攀比吗？这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你赶紧把她送他妈那去，反正现在咱们也要有自己的孩子了，留着他也碍眼。他妈都跟他断绝关系了，怎么好往他那边送啊？那你想办法吧，我不想再看见他了，送到乡下我妈那吧。你好好养胎，别动了胎气。这边前夫刚把他太太哄好，医院大厅涌进来一群人，他们拉着横幅，气势汹汹。我女儿在前面带路，看到前夫和他太太2人，女儿一指：我爸妈在这呢，你们找他们闹，别去学校给我丢人。这群人把他们俩围起来，前夫护着太太：你们干什么？别挤，我太太怀孕了，你们没看见吗？站在前面的妇人哭着说：他大冷天的把我儿子推下水，还按着他的头不让他上岸。我儿子溺水引发肺炎昏迷不醒，你得给我们个说法。前夫瞪着站在后面看热闹的女儿：你推人家儿子干嘛？我女儿不以为然：谁让他一身穷酸臭味，熏到我男朋友了？你赶紧给他们钱，让他们滚，一家子都穷酸，太恶心了。你怎么说话的？你说谁穷酸呢？你怎么教育孩子的？这是什么态度？伤了人他还有理了？女儿态度嚣张：你们有病吧？别没完了，人不是没死吗？要多少钱说话？前夫也想尽快息事宁人，就说：是啊，你们要多少钱？开个价，好商量。
前夫太太不愿意，你的钱得给我的孩子留着，凭什么给他擦屁股？让他们报警好了，也该治治他的气焰了。对方家长听了这话更不高兴，谁是要钱的？我们就要个公道。有钱了不起呀？有钱就能随便打人了？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果然什么样的爸爸教出什么样的孩子。报警就报警。前夫怕事情闹大，赶紧阻拦，别报警，有话好商量。女儿突然冲上前，一脚踹在孕妇的肚子上，指着她大骂：我爸的钱都是我的，你个贱人，给你孩子留着，我看你给谁留。前夫太太惨叫一声，倒在地上，整个医院顿时乱成一片。助理护着我上了电梯。我早就猜到女儿的性子，如果不严加管教，早晚会出大事。这不就真的出事了吗？我到了病房，几个孩子给我献花，最小的孩子亲切地喊我妈妈。离开的时候，最小的那个孩子非要送我下楼，我哄着说：乖，下次妈妈再来看你。护士带孩子回去了，我一回头看到前夫和女儿，女儿眼神复杂地看着我：怎么，你也又生了个孩子，还是个有病的孩子？你们俩都活该。前夫抬手给了他一巴掌：你弟弟让你害死了，你干妈大出血要切掉子宫，你还说这种话？我没你这种蛇蝎女儿，想让我替你赔钱，你做梦去吧。女儿捂着脸：我男朋友比你有钱多了，他会替我赔的，我以后也没你这种爸爸。女儿气哄哄地跑了。前夫看着我苦笑：我以前要是听你的，好好管管他，现在也不会。这话你还是说给你太太听吧，我已经跟他没关系了。我绕开他，朝医院外走去。转眼又是1年，我在自己的度假村休息，看家事难断节目时，看到了前夫和女儿。前夫要求和女儿断绝关系，女儿要求前夫给抚养费。主持人问前夫为什么要断绝关系，前夫说他1年霸凌同学，打伤人，让我替他赔偿。我太太不同意，他就踹了我太太一脚。我太太当时怀孕，孩子掉了，我太太也因为大出血伤了身体，现在还没恢复。他在我陪我太太住院期间闹到我公司，公司说我作风有问题，把我开除了。我现在没有工资，他还要我每个月给他5万块钱生活费，我给不了，他就打着我名义到处借钱。我朋友、亲戚都在骂我，他借不到钱，就偷偷用我的手机网贷。我太太气得要跟我离婚。主持人，你说这样的女儿，我不断绝关系，还留着过年吗？主持人问我女儿：你为什么这么做呢？女儿理直气壮地说：我要融入我朋友们的圈子啊，没钱我还怎么跟他们交朋友？主持人，如果你的朋友只是因为你的钱和你交朋友，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不是真心跟你做朋友呢？女儿不高兴了：他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，都是很有钱的人，他们才看不上我的钱，是我想给他们花钱。前夫，最好的朋友起哄让你打伤人，之后又都一推二五六，让你一个人背锅。还有你那个富二代男朋友，从来不给你花1分钱，还总是跟你要钱花，我看那就是个骗子。女儿，你才是骗子，我不许你这么说他。两位先冷静点，我们还邀请了其他人来听听大家的看法吧。节目组瞒着女儿邀请了受害者家人以及她的男朋友。等到男朋友登场，现场的观众都惊呆了，一共来了7位。女儿脸色一僵，男朋友们也个个黑脸。我也挺意外，这7个里面都没有上一世那位，他们家里都挺有钱。女儿发现更有钱的目标，就去接近，一不小心成了女海王。就如我说的，她没有感情，只有势利眼的烈性。更可怕的是，
这7位男朋友都给她花过不少钱，而且也都帮她出了赔偿金，可她一分都没给受害者家人，还不停地找前夫要钱。大家坐在一块一合计，女儿总共从他们手里骗走了近100万。主持人问她这笔钱做什么用了，女儿也说不出来，反正就是吃玩玩的就没了。她习惯了大手大脚的消费，现在让她收敛，她做不到。这场闹剧的最后，7位男朋友一起向女儿讨债，不还钱就起诉她。前夫表示不会替女儿承担债务，女儿没办法，可怜兮兮地说自己没成年。前夫拿出他的户口证明，他已经过了18岁生日了。闹了这么一出后，前夫就彻底不管女儿了。女儿这才想起我，在网上直播，大骂前夫不尽责，拿着照片全网找我，求我救她。很快就有网友找出了我的信息，哇塞，他妈竟然是华林商厦的大老板，何止啊，他投资了很多公司，还有度假村和饭店，他还做了很多慈善事业，资助了贫困儿童和白血病儿童。女儿一看我原来这么有钱，就跑来找我，我吩咐了保安不让他进来，他就跪在公司门口，抱着我们的相册哭喊，妈，你为什么不见我？你以前最疼我了，我是你10月怀胎生下来的孩子呀，血浓于水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呢？有钱了就不要女儿了吗？周围的路人不知道实情，都向着他指责我。我让助理拿出准备好的文件，下楼去。女儿看到我，立马爬过来抱着我的腿，妈，你终于来见我了，我过得好苦啊，爸爸为了那个女人不要我了，我以前的朋友都背叛我，我只能来找你了。我看着女儿的脸，确实消瘦不少，可我心里却没有动容。我拿出断绝关系公证书，你是不是忘了，当初我和你爸离婚，你嫌弃我只是普通打工人，死活要跟着你做高管的爸爸，甚至不惜要跟我断绝关系，还说让我别去求你。路人看到断绝书都不同情女儿了，女儿赶紧道歉，对不起妈，我那时候太年轻不懂事，你原谅我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是知道错了，还是因为你爸被辞退了，不给你钱花，你就只能来找我要钱了？他当然说，我是因为知道错了，不是为了钱。我现在才知道你以前对我有多好，我应该听你的话，好好学习。妈，只要你能原谅我，我什么都听你的，好不好？我笑了笑，好，既然我女儿回来了，我高兴。我把我所有的资产都捐给慈善组织。我接过助理手中的文件，签了字。女儿看着文件愣住了，妈，你开玩笑的吧？你是不是在试探我？不是，签字生效，这是有法律效益的。助理接过文件，带着保安走了。女儿，他们都走了。对呀，我不是他们的总裁了，他们就走了呗。女儿冷笑了声，突然变了脸，你有病吧？宁可把钱做慈善都不给我，我是你亲生女儿，我都不如那些快死的穷酸鬼吗？我也冷下脸，确实不如。怎么样，还要我这个妈妈吗？女儿怒骂，你现在也是个穷酸鬼了，我要你干什么？你们都不爱我，有钱都不给我，我也不要你们了，有的是人愿意给我钱花。路人把他的奇葩行为拍下来发到网上，再加上那天的节目，女儿的名声彻底毁了，学校开除她，她想找男朋友都没人要，走投无路后，她又来了一次变脸，说自己痛改前非了，给我和前夫买了2份保险，以后会好好孝顺我们。前夫签了，我也签了。当他骗我喝安眠药，打开天然气阀的时候，我报了警。警方赶到前夫家的时候，他差点没命，数罪并罚，女儿后半辈子都要在牢里了。我很欣慰，我教不好他，
以后有人替我交了，我资产捐了，但还有不动产和股份。接下来的人生，我会好好爱自己。故事完。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结婚5年，我生下一对龙凤胎，婆婆重男轻女，将儿子养成一副横行霸道的样子。直到儿子把女儿推下楼梯，我才知道，原来儿子不是我亲生的。这么多年，我竟是替老公和别人养孩子。后来，当儿子酿成大错，老公想要教训他时，我反手给老公一巴掌。儿子还这么小，你怎么忍心下手？既不是我的孩子，那我就为这个家的破灭再添些柴。我和赵栋结婚5年，才生下一对龙凤胎。婆婆从我怀孕起就和我们住在一起，孩子们渐渐长大，婆婆重男轻女的本性暴露得一览无余。家里有什么好吃的、好玩的，婆婆都只会给儿子，女儿什么都没有。但凡女儿和儿子争抢，婆婆就会破口大骂，什么赔钱货也想要我金孙的东西。我第一次听到时，十分震惊，不满地看向婆婆：“妈，你怎么这样和倩倩说话？倩倩也是你的孙女，你不能厚此薄彼。”婆婆撇撇嘴，只有小杰才是我的乖孙，赔钱货才不是。说完便把东西拿走哄儿子去了。我和赵栋提过好几次这个事情，可是赵栋却不以为意，说村里都是这样，婆婆只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婆婆怎么说也不听。我只好对女儿更好一些，没想到反而惹来了婆婆的指责。2个孩子过12岁生日时，我给女儿买了漂亮的娃娃，这娃娃是女儿想要好久的，所以我便想着女儿生日时买来送她。同样，我也给儿子买了他喜欢的玩具。邻居王庆来我家给2个孩子过生日，看到了女儿的娃娃，有些惊讶：“佳宁，你给倩倩送了这个娃娃呀？我之前看到可贵了。”婆婆一听到价格，便过来询问：“这个娃娃多少钱？”王庆笑着说：“好像得2000吧。”这下子捅到了婆婆的心窝了。婆婆瞪着我：“你怎么给这赔钱货买这么贵的东西？”我皱着眉，却还是耐心解释道：“倩倩之前考了全班第1，我当时就想奖励她，正好碰到生日了，我就买了她想要的娃娃。”没想到婆婆听了更加生气，一个小丫头片子，家里供她读书就是她的荣幸了。像我们村那些丫头，到了年纪就直接送去打工了，你还给她买这么贵的东西，真是糟蹋我儿子的钱。我们家的家业都要被你败光了，以后能给小杰留下什么？看着外人在，我强忍着怒气：“妈，今天是俩孩子的生日，你说这些干什么？而且这钱也不是赵栋的，是我的钱。你的钱不就是我儿子的钱吗？你有这钱都可以给小杰买更好的礼物了。”没想到婆婆反而不依不饶起来。我正准备说什么，儿子一把将女儿的娃娃摔到地上，精美的娃娃瞬间4分5裂。我一下怒火中烧，想要教训儿子，可婆婆和王庆却拦住了我。婆婆挡在儿子的身前，王庆在一旁安慰儿子，看上去我倒像个后妈。婆婆大声嚷嚷道：“要不是你给那丫头买这么贵的娃娃，小杰会这样吗？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。小杰的礼物也是这么贵，他凭什么摔妹妹的娃娃？”我还想说什么，赵栋这时回来了，他皱着眉对我说道：“你这是做什么？”我向赵栋说了整个事情，没想到赵栋却不站在我这边。这点小事有什么好吵的？我儿子也不是故意的。看着赵栋这个态度，我更加生气。好，儿子是宝贝儿子，女儿就是捡来的，我们走就是。
我带着女儿回到了我爸妈家，下定决心，他们不来道歉，我绝不回去。可我没想到，没过几天，学校老师就打来电话，说我女儿被儿子推下楼梯，送到医院了。我听到消息，感觉全身像是被冻住一样，好半天才找到自己的声音。老师，那我女儿有事吗？没有大碍，可能骨折了，具体还得问问医生。说完，他给了我医院的地址，我匆匆赶去，发现赵栋和婆婆也在。我着急地问医生女儿的情况，医生说没大碍，就是胳膊和腿有些骨折，需要休养几个月，让我先去缴费。我一脸火气地看着赵栋和婆婆，问道：小杰呢？赵栋轻咳一声，我们把小杰送到王沁那去了。倩倩摔了以后，小杰也被吓到了。我压制住内心的怒火，先去缴费。对于这个被养歪的儿子，我感到十分无力。我不是没抗争过，可每次婆婆又会趁我不在，对儿子胡乱教育。缴完费回来，路过一个走廊，我突然听到赵栋和婆婆的对话：儿子，你说佳宁要是真的为了那丫头片子怪小杰怎么办？那是他儿子，他最多不过气几天，别担心。妈，他连小杰摔坏一个娃娃都能生气这么久，要我说，难怪不是亲妈，不然谁会和孩子生这么久的气？婆婆不满地说道：什么意思？什么不是亲妈？我想再凑近听，却发现婆婆和赵栋已经走了。小杰不是我的孩子，不可能。我当年怀的是双胞胎。我怀着重重疑惑回到病房，安顿好女儿在医院的一切后，我们回家了。车上赵栋跟我叮嘱，小杰不小心推了妹妹，也被吓到了。回去的时候你别怪她。婆婆也插话道：就是那丫头自己没站好，掉了下去，还累得小杰受到了惊吓。我心中怀着疑问，便强忍怒气没理他们。回到家中，我去王沁那接儿子，儿子不仅没有难过的样子，反而一脸生气地看着我：你来干什么？我不要你做妈妈了，我要王阿姨做妈妈，你只会凶我。王沁脸上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，连忙劝我：你别和小杰计较，他来的时候被吓到了，你是他妈妈，他怎么会不认你呢？我没错过王沁眼里的一丝得意，我脸上挤出笑容：小杰，妈妈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来跟妈妈回家。王沁有些意外，我没生气，我把儿子带回家，没对他责备，我偷偷取了几根他的头发。第二天我去看女儿的时候，把头发送过去检验 DNA， 没想到结果却让我大为震惊，小杰不是我的孩子。我又将女儿的头发送去检验，检查结果显示女儿是我的孩子。联想到昨天婆婆说的那句话，我一下子明白了，怪不得我当年的肚子和别人怀单胎的肚子一样大，却生出了7斤的女儿和8斤的儿子。原来我替别人养了10多年的孩子，赵栋和婆婆都知情，甚至这件事就是他们策划好的。我怀孕的时候，婆婆总以医院检查有辐射为由，不让我做孕检。在我的反对下，大家都各退了一步，他们不让我频繁地做检查，只让我去王沁所在的医院做，说王沁正好是妇科医生，有熟人检查更稳妥。但做什么检查，怎么做都是王沁给我安排。每次拿报告的时候，也是婆婆去拿，因为王沁是医生，她说什么我都相信。我也从未怀疑过整个检查过程是否有问题。原来从我怀孕开始，他们就已经计划好了一切。我的手指狠狠掐进手掌，这孩子的母亲是谁？我回想起昨晚王沁眼里的得意，王沁和小杰5分像的面孔，又想起12年前
王庆臃肿的身材突然恢复了苗条，一个猜测出现我脑子里：好啊，他们蒙蔽了我10多年，又伤害我女儿，就别怪我出手无情。我若无其事地回到家中，在网上定制几个摄像头。我需要找出赵栋出轨的证据，让他成为离婚的过失方。一想到和我在一起这么久的男人出轨，我就觉得恶心。回来以后，我不再管教儿子，平时他就被他奶奶宠得横行霸道。如今我不管他，他更加无法无天了。家里但凡来了亲戚，他都用恶作剧把别人赶走。婆婆不但不会斥责他，反而夸赞他，不愧是我的乖孙，多聪明。久而久之，赵栋那边的亲戚渐渐和他断了来往。赵栋想要求人帮忙的时候，都找不到人。这天下午，我和婆婆带着儿子准备去医院看女儿，谁知儿子嫌婆婆走得慢，竟一手将婆婆推下台阶。婆婆反应不及，跌倒在地，痛苦地呻吟着。我把婆婆拉起来，准备做样子呵斥儿子。婆婆急忙拦住我，龇牙咧嘴地说：“小杰也不是故意的。”而后她又夸赞儿子：“乖孙力气真大，一看以后就有出息，我们老赵家可要享福了。”儿子听了越发觉得自己厉害，路上趁婆婆不注意，又推了婆婆几次。看着婆婆一身狼狈，我只感觉到好笑，自己宠的孙子就自己承受吧。儿子在学校不断做坏事，欺负女同学，对老师做恶作剧，和别人打架。学校找了好几次家长，我每次都让婆婆去。没过多久，学校就把儿子开除了。赵栋愁得到处替儿子找新学校，婆婆却不以为意。那个学校把乖孙开除了，也不是什么好学校，这样的学校不读也罢。我乖孙将来是做大事的人，在家多待一段时间又怎么了？妈，现在小杰快要小升初了。赵栋有些着急，这有什么？你以前还比别人晚上几年学呢，现在不一样，有出息。赵栋说不过婆婆，便把目光转向我。我一改以前的态度，安慰赵栋：“妈说得对，小时候乖巧的人，大了未必有出息。儿子这样多活泼，一看以后就能做大事，在家多待一段时间也没关系。”赵栋有些意外：“你以前不是对儿子管得挺严吗？”我在心中冷笑一声，原来我以前不让儿子走歪路，就是管教严厉。我朝赵栋笑笑：“还是妈说的对，男孩子小时候调皮一些也很正常，以前是我想错了。”婆婆向我投来赞赏的眼光。赵栋见说不过我和婆婆，便只好作罢。没想到王庆反而急了起来，他隔三差五的就来我家做客，话里话外地问我怎么不给儿子找学校。我拿出婆婆的那套说辞给他，他有些着急：“佳宁，不是我说你，小孩子不懂事，你得教教他呀。孙姨年纪大了，难免有时糊涂，你可不能让他误了小杰的未来。以前我管教儿子的时候，他要出来当好人，现在我不管了，他反而急了。”我装作为难的样子：“你也知道我婆婆的性格，她是向来不听我说的。我最近想想她说的话，也觉得有几分道理。男孩子管教太多，反而影响发展，以后养成唯唯诺诺的样子怎么办？现在这样正好，你可不要在小杰面前说什么，影响他的天性。”这话以前是王庆说的，如今我照搬给他，他反而哽住了。见我这边劝说无效，他又去找了赵栋。可是没想到他和赵栋的对话被儿子听到了，儿子十分生气，于是在他出门的时候将他推下楼梯。这次他可没有婆婆幸运，他的身下很快就冒出了一滩血。赵栋着急地把他送到医院，
医院检查出来她小产了。小产？这孩子是赵栋的。看着赵栋着急的样子，我心中更确定了几分。这对狗男女在我眼皮子底下又做出了这种事情。看着痛苦的王庆和安慰他的赵栋，我感到一阵畅快。被自己孩子折磨的感觉不好受吧。临走时，王庆还劝赵栋不要怪小杰。婆婆听说那个未成型的孩子是个女孩，连医院都没有去。回来以后，赵栋怒不可遏地想要教训儿子，他将儿子按在沙发上打，儿子哭喊不停。我冲上去，反手给他一巴掌。儿子还这么小，你怎么忍心下手？赵栋被我打懵了，有些生气。还不是你管不好孩子，让孩子做出这样的事情。小杰怎么了？明明是王庆自己没站好，你怪小杰干什么？他一个10来岁的孩子懂什么？婆婆也出来，趴到儿子身上哭喊着：你打小杰干什么？要打就打我，我乖孙多金贵啊，不就是个没成型的丫头片子吗？王庆他自己没保护好，怪小杰做什么？赵栋被婆婆这一出闹得慌了神，生怕被我发现端倪，连忙阻止道：妈，你说什么呢？小杰做了错事，我这是在管教他，不然还不知道他以后捅出多大篓子。婆婆依然不依不饶：你打也打了，还想怎么样？难不成还想让小杰给那没福气的赔钱货赔命不成？你就不怕祖宗怪罪吗？眼看着婆婆越说越离谱，赵栋生怕她再说出些什么，只好妥协道：好好好，我不打了，行吧？听到这句话后，婆婆才满意地带着儿子回了房间，细心哄着。王庆很快就出院了。我将到货了的摄像头安在了卧室和客厅。以前每周6我都会带着孩子去看我爸妈，如今想来，王庆多半是那天来我家和赵栋厮混。今天周6，我假装公司有事需要回去加班，婆婆也带着儿子出去了。我坐在车里查看家里的监控录像，没过多久，王庆就来了。他一进门就扑进赵栋的怀里，哭得好不委屈。阿栋，我们女儿没有了。赵栋连忙抱着他安慰：没关系，庆庆，我们以后还会有的。你已经替我生了一个儿子了。小杰果然是他的孩子。王庆抹了抹眼泪，说起小杰，也不知道佳宁安的什么心，孩子被开除了，也不想办法让孩子去新学校，反而让孩子在家耽搁着。果然不是亲妈，不会在意。可能佳宁还在生气小杰把倩倩推下台阶吧。赵栋也有些不满。王庆撇了撇嘴，他也真是，小杰好歹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，以后可是要给赵家传宗接代的。他倒好，不注重小杰，反而把一个女孩子看得这么重，真是本末倒置。赵栋连忙哄他：好了好了，不要想这些糟心事了，咱们再生一个儿子。说完，他把王庆抱进了卧室。我看着摄像头里的一幕幕，只觉得胃里在翻滚，自己这么多年的青春都喂狗了。我和赵栋结婚的时候，他家条件远没有我家好，可我从来都不在乎这些。我爸妈看在他上进的份上，也同意了。没想到他早就和王庆厮混在一起，怪不得当初我怀孕后期，婆婆在家的时间变少了，原来是因为王庆怀了儿子，她要去照顾。所幸因为我和赵栋家庭的差距，婚前我爸妈就让赵栋签了协议，我婚前的房子和赵栋没有一点关系。婆婆3番5次想让我把婚前的房子过到儿子名下，我都没同意。现在想来，他们早就算计好了一切。我将赵栋出轨的证据保存下来，趁他们还没结束，准备冲进去抓奸。我一脚踢开房门，
床上的2个人像是受到了惊吓一般，纷纷转过头看向我。看到是我，他们瞬间慌了。不等他们开口说话，我一个巴掌甩到他们2个人的脸上，他们的脸瞬间红了起来。一个清晰的巴掌映在我的眼前，这一巴掌我用了好大的力，打得我手都痛了。可是我心里却痛快得很。他们震惊地看着我，想说什么话，仿佛都忘了似的。我反手又给了他们一巴掌。我想再打下去的时候，赵栋突然反应了过来，急忙拉住我的手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我冷哼一声，做什么？收拾你们这对不要脸的奸夫淫妇。王庆像是被我这句话刺激到了一样，捂着脸倒在赵栋的怀里，哭得十分委屈。赵栋如同找到了力量一般，朝我吼道：你骂谁呢？我和王庆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呢？哦，原来是结婚前你们就勾结在一起了。好啊，这段对话我录下来了，你就等着净身出户吧。我一边说着，一边抓住王庆的头发，把他从赵栋怀里拽出来，摔到地上。他哭到一半的眼泪都收回去了，愣愣地看着我。赵栋想要上来抢我的手机，我一脚把他踹到墙角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勤加锻炼，现在终于发挥了出来。赵栋这个常年坐办公室的，当然敌不过我。王庆看到赵栋被踹倒在地，尖叫一声，连忙扶起赵栋。我看着他们这副狼狈的样子，满意了，直接出门回了我爸妈家。没想到第2天，赵栋和婆婆就找上门了。我爸妈开了门，婆婆进来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指责我昨天不该对赵栋动手。我也丝毫不给他们留情面，大声嚷嚷道：怎么，你儿子出轨那么多年，我动手打几下都不行了？我爸妈才从我嘴里知道这件事情，瞪着赵栋和婆婆：亲家，你们什么意思？婆婆连忙陪笑：误会，都是误会。说完，婆婆便把门关上了，隔绝了外面想要一探究竟的邻居。我嗤笑一声，看向赵栋：没得商量，离婚，你净身出户。婆婆听到净身出户，眼睛一下瞪圆了：不可能，我们不可能离婚。阿栋不过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，你作为他老婆，一点包容心都没有，还这么恶毒，想拿走全部家产。他出轨也是你逼的，要离也行，除非你净身出户。你可得想清楚，离了你就是个破鞋了，以后哪个男人愿意要你？像你这样的女人，倒贴我们村的大傻子他都不要。看到婆婆这副愚蠢而贪婪的样子，我不禁气笑了，给了她2巴掌。不会说话就把你喷粪的嘴闭上。以前是尊重你才懒得跟你计较，现在我可不会让着你了。赵栋看到婆婆被打，连忙冲我吼道：你疯了，连我妈都打。婆婆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想上来找我拼命。我爸直接拦住了婆婆：亲家，你们要是不会好好说话，我不介意让你们今天走不出这个门。我爸以前可是拳击手，几个赵栋都不够他看的。赵栋和婆婆瞬间老实了。我冷冷地看着赵栋：2个选项：1. 离婚，你净身出户；2. 我拿着这些证据去单位举报你们，你和王庆全部都得滚蛋。赵栋一脸愤怒：你一点情面都不给吗？我翻了个白眼：你一个出轨男，自己都不要脸，还想让别人给你脸？城墙都没你脸皮厚。赵栋为了他今天的职位付出了多少，我很清楚，他不可能愿意放弃如今在工作上的一切。他犹豫了片刻：净身出户不可能，财产可以多分你一点，儿子归我，女儿归你。那家里那套房子给我，家里那套房子位置好，环境好，这些年花光了我们所有的积蓄，
不行！婆婆和赵栋异口同声。我冷笑了几声。赵栋，你领导最近要升职了吧？那个位置可空出来了，你也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出错吧？他咬咬牙，最后还是同意了。我现在首要的目标就是先离婚，离了婚我再慢慢报复他们。说起来，我还要感谢小杰那一推将王沁送进了医院。我在去医院的路上看到了一个脸上布满刀疤的男人，他一路走进了王沁的病房。王沁看到他十分惊慌，从他们的对话里，我知道王沁在和赵栋好上之前就已经和这个男人有一腿了，只是怀孕的时候，王沁自己也不知道孩子到底是谁的。但是赵栋当时已经在事业上起步了，而这个男人无所事事，所以他和这个男人彻底断了。只是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个男人又来找他了。我回家之后就取了赵栋和小杰的头发去做检验，果然小杰不是赵栋的儿子。要是赵栋和婆婆最后知道他们捧在手心里的孩子不是赵家的种，那可就有意思了。成功离婚之后，我松了一口气。没想到我这边刚离婚，王沁就发了要准备结婚的朋友圈，配的文案是兜兜转转还是我们。我嗤笑一声，他们现在越高兴，婚礼的时候就会越痛苦。我会给他们送份大礼，让大家都看看这个亲子鉴定。没想到还没等到结婚，婆婆又来了，还带着一堆早已没联系的七大姑八大姨。他们在门口大声嚷嚷，街坊邻居都被吸引出来了。看到我出来，婆婆连忙上前，声情并茂地哭着：佳宁，小杰出事了，他被人打进医院了，医生说要很大一笔手术费，不然就不给小杰做手术。我皱了皱眉，怎么回事？婆婆继续说道：你们离婚之后，小杰心情一直不好，说想妈妈，然后就想出来找你，谁知道遇到一群街边混混，他们就把小杰打了一顿。一听到婆婆这样说，我就知道这件事有假。小杰被婆婆宠得不知天高地厚，对我厌恶至极，根本不可能舍不得我。她甚至巴不得少一个人管她。我似笑非笑地看着婆婆，那小杰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在哪个医院？婆婆像是背好了台词一样，继续哭诉道：别的人我们都不想放心，我们把小杰送到王沁的医院了，医生说小杰脑子受到了重伤，要做手术才行，手术费要50万。你也知道离婚之后，家里唯一的房子都给你了，可小杰也是你的孩子啊，你不能不管啊。原来在这等着我了，把房子给我后又后悔了，现在想出一招，想要回去。我朝婆婆说道：那小杰的检查报告单你们有吧？给我看看。婆婆支支吾吾，半天没有回答。我冷笑一声，准备关门，可婆婆又拦住了我：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小杰还在医院等着你的救命钱呢。我不客气地说道：我们离婚了，小杰归你们，我们当初说的好好的，你现在连小杰的检查单子都拿不出来，就想让我掏钱，做梦呢你！婆婆随即开始哭喊起来：夭寿啊，离了婚就不管孩子了，谁这么当妈呀？我们小杰真是命苦，亲妈有钱都不给治病。旁边的七大姑八大姨也纷纷插话：佳宁，你也真是的，离婚了，孩子还是你的骨肉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，连孩子都不要？就是，没见过这么当妈的，这要放我们那年代，可是要被进猪笼的。小杰也真是造孽哦，摊上这种妈。要我说，当初就不该同意他们结婚，现在好了，苦了孩子，没准佳宁在外边有人了，才连孩子都不管。眼看着他们越说越离谱，
旁边的邻居也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。我随机挑选了一个正在说话的人：“大姨，我婆婆说你儿媳妇跑了，是因为你老公偷看儿媳妇洗澡。没想到一大把年纪了，还做出这种事情，真是丢脸。你儿子现在娶到新老婆没？二姨，你不是一直找不到你儿子不结婚的原因吗？我婆婆说你儿子不举呢，现在在和男的乱搞，你们老赵家的祖宗都要气活了。三姑，我婆婆说你女儿一直怀不了孕，就是因为之前胎打太多了，小年纪不学好，天天跟着男人鬼混。还有你那个什么，我努力从记忆里想出名字，大伯妈。我婆婆说你天天拿着家里的钱补贴外面的野男人呢。话音刚落，周围瞬间安静了。这些七大姑八大姨纷纷用仇人的眼光看着婆婆，婆婆的脸瞬间涨得通红。哎，我没说过，佳宁你可不要乱说。大伯妈翻了个白眼，我们好心好意帮你才来的，没想到你到处说我们的坏话。既然这样，这个亲戚我们也不用当了。说完，他们便气哄哄地走了，只留下婆婆在后面无力地解释。婆婆临走之前狠狠瞪了我一眼：“你给我等着！”说完便追了上去。我向周围的邻居笑笑，就关上了大门。就这手段，还想和我要钱？没想到过了几天，网上突然爆出了一个儿子重病，离婚母亲不愿救助儿子的帖子。虽然没有指名道姓，但知道我们家情况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描述的是我，就差没有把我的名字贴上去了。我还没找他们算账，他们反而使这种不入流的手段了。我没回这个帖子，只等这个帖子越闹越大，评论里渐渐有了一些所谓的知情人士的爆料。这个人一向心狠，儿子被开除了，也不给儿子找新学校。他离婚的时候连儿子都不要，只要了家里的房子。什么人大家应该都能看得出来，知道的这么清楚，不是婆婆那边的人，就是王庆那边的人。我没理他们。终于事情越滚越大，网上开始扒我的身份了。他们在网上肆意辱骂我和我的家人。我立马做了一个88页的 PPT 发在网上，从时间线开始理起，细说了我婆婆的重男轻女以及赵栋和王庆的出轨事迹，并且把我和小杰的亲子鉴定发了上去。网上一片震惊，风向纷纷调转，开始攻击起了那对狗男女。赵栋连夜打电话给我，要我删除这个 PPT。高佳宁，你什么意思？房子都给你了，你还出尔反尔？我嗤笑一声，出尔反尔的人是谁？赵栋，你心里没数吗？舍不得房子，又想把钱要回去，就编造你儿子出事。你脸怎么这么大？他说不过我，又提起了小杰的事。你早就知道小杰不是你儿子了，是不是？王庆小产也是你故意让小杰做的，你好歹毒的心，我怎么娶了你这种恶妇？赵栋，你和王庆做的那些勾当我可都知道，我要是你，现在就该想想怎么和老板解释。你的事业也到头了吧？说完我便把电话挂了。果然没多久就听到赵栋和王庆被开除的事情，听得我心情舒畅。离婚后，家里的房子给了我，赵栋他们都住在王庆家里。听说小杰因为不满家里的房间，经常耍脾气，破坏家里的家具，婆婆又纵容他。王庆想管教小杰，却也无从下手，只能天天生闷气。只是我没想到，一段时间后，赵栋和王庆不仅没分开，还要继续举行婚礼。婆婆特意给我送来请帖，趾高气扬地说，虽然我和赵栋离婚了，但是他有了王庆这个更有本事的新媳妇。王庆还带了100万嫁妆，这怎么可能？
王庆之前还向我们家借了钱，我含笑接过了这个请帖，说我一定会去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同时，我准备好一份大礼。婚礼那天，我远远看到了那个刀疤男，他躲在角落里和王庆拉拉扯扯。庆，你要的100万我给你拿来了，希望你以后能过上幸福的生活。王庆不耐烦地说道，现在我只想和我老公好好生活，谢谢你贺礼的100万。原来这100万是这个人给的。婚席上，婆婆拿着话筒炫耀她的新儿媳，话里话外地拿我和她比较。来的宾客基本都知道我们的事迹，看好戏的眼光不断从我身上扫过。婆婆走到我面前，大声说道，还好我们家赵栋和你离婚了，不然哪有庆这个宝贝儿媳呀，还带了100万嫁妆呢。宾客传来羡慕的眼神，王庆害羞地看着赵栋。看到这幅画面，我只觉得好笑。我起身抢走了婆婆的话筒，大声说道，感谢钱婆婆邀请我参加前夫和小三的婚宴，既然来了，我也不是空手来的，我给大家都带了一份礼物。说完，我把打印好的赵栋和小杰的亲子鉴定发给了每个来参加婚宴的人，当然也有那个刀疤脸。我向他提示道，你可能快有儿子了。他有些茫然地看着我，直到他看清楚了手里的东西，眼里闪过一丝惊喜。在场的宾客纷纷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赵栋。赵栋感觉到一丝不妙，他抢过一个宾客手里的亲子鉴定，脸瞬间绿了起来。他一巴掌甩在了王庆脸上，嘴里骂道，贱人！王庆被打懵了，不可置信地看着赵栋。婆婆不知道内情，连忙上来拉住赵栋，儿子，好好的日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赵栋咬牙切齿地说，小杰不是我的儿子。婆婆一下子愣住了，干笑道，这怎么可能呢？王庆听到，眼里闪过一丝慌乱，直到婆婆确认赵栋不是说笑后，她一把抓住王庆的头发撕扯起来，贱人！你竟然把那个杂种放到我们赵家，你不得好死！刀疤脸看到王庆被打，着急地跑上来救出了王庆。庆，你没事吧？王庆流着泪摇摇头。婆婆看到多了个人插手，更生气了。你是哪个瘪三？我们家的事你也敢来插手？刀疤脸把王庆护在身后，坚定地说道，我是小杰的爸爸。一瞬间，宾客哗然，王庆的脸瞬间白了，赵栋的脸更绿了，配上婆婆愤怒的红脸，好一幅精彩的画面。我在台下看得差点笑岔了气。赵栋冲上去和刀疤脸殴打在一起，没了刀疤脸的保护，王庆暴露在了婆婆的视线里。婆婆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战斗。场下的宾客竟没有一人上来劝架，我看得他们打得差不多，便准备回家。临走时，警车来了，有人报了警，警察冲了进来，分开了殴打的4人，把刀疤脸带走了。原来刀疤脸是在逃的绑匪，他拿来做贺礼的100万是绑架别人勒索到的。他冲上台后，有人看到他和警方发的嫌疑人图像一模一样，便报了警。刀疤脸被带走，台上的3人面面相觑。我没继续看下去，也离开了。后来渐渐听说赵栋和王庆彻底闹崩了，他把小杰丢给了王庆，自己开始日夜酗酒，身体越来越差。王庆一边找工作，一边要照看小杰。可小杰性格被宠得十分顽劣，稍有不满，他就会对王庆拳打脚踢。再后来，我就没关注他们的生活了。女儿出院那天，我带着她去吃了她喜欢的食物，买了她喜欢的玩具。她高兴地说着：“谢谢妈妈。”忽而，她又皱起了眉头：“妈妈，
我们不给哥哥买吗？我认真的抱着他，宝宝，以后没有哥哥、爸爸和奶奶了，咱们就和姥爷姥姥一起生活，好不好呀？好呀，妈妈。女儿脸上又恢复了笑容。我拉着女儿走过一条昏暗的小巷，小巷出口就是明媚的阳光，冬日的暖阳洒在身上，温暖耀眼，驱散了我这段时间的阴霾。所幸冬天快要过了，春天马上来临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